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做出了反垄断处罚，罚款182.28亿，并且呢，向阿里巴巴集团发出了行政指导书要求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这个自查合规的报告。这个事件呢，我们就没有必要重复解说了。今天咱们就围绕着这个中国第一，在世界上都能排得上号的巨额处罚，说一点相关的东西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漫谈围绕这个事件随便说说。先说一下互联网企业的垄断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互联网是最容易产生垄断的。世界上超大金额的反垄断罚款呢，都是针对互联网企业的。2017年的6月欧盟对谷歌罚款了24亿欧元，2018年的7月，又罚了谷歌43亿欧元。这2笔罚款的数量呢，都超过了阿里巴巴。当然了，谷歌的体量比阿里巴巴大年净利润呢也比阿里多，但是也多不到哪儿去不到2倍。所以呢，阿里这一次受到的处罚，其实和谷歌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级别的可以说，对于互联网企业，迄今为止，阿里巴巴受到的处罚绝对是属于第一阵营的直接和国际接轨。你要说最重，那也不为过。那为什么监管层要下如此重手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现在身处的互联网环境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我呢是属于接触计算机和互联网比较早的。1996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就有计算机教学了也接入互联网了。刚接触这种东西，年轻人嘛都新奇泡着老师就想在机房多待一会儿。那个时候电脑搁现在不能看电脑是386的电脑，操作系统是 DOS， 教学用的都是 DOS， 但是有几台电脑装的是 Windows 3.0 的操作系统，能上网。我记得我第一次上的网站就是水木清华的 BBS， 记得可清楚了。电脑的软硬件呢，还有互联网的发展变化历史上巨大的变化，我基本上都能够如数家珍的。我攒的第一台电脑是图拉丁的赛扬 1.2， 外屏直接拉上133。说这个呢，是为了引起40岁以上爱好计算机的朋友你们的回忆，那脑子里的画面立即就出来了。那个时候真是快乐呀！虽然穷，一个6.4G 的硬盘好像是鲲鹏大脚，要我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乐此不疲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者那个年代的中国互联网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年代，各种新的东西层出不穷现在的年轻人除了工作之外呢，生活中已经不玩 QQ 了但是在当年呢，QQ 可是我们的标配我曾经有10几个6位数、7位数的 QQ， 现在丢的只剩下2个了。就各种互联网的企业还有应用都是从那个年代起来的。当年的中国互联网世界你要说是一天一个样，那确实有点过分了。半年一个样，绝对是保守了。我们来做一个概括吧。中国1995年接入互联网，但是真正引起人们关注就到1997年了，也就是97年之后中国的互联网开始真正发展。到了2016年，这20年的时间走完了。你没有听错走完了。就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互联网应用都是在2016年之前出来的。2016年到现在5年的时间了。你见过有新的有影响力的应用出现吗？没有。有壮大的比如说字节跳动、拼多多，这是发展壮大的，但是没有新的应用出来了。就等于说5年的时间，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停滞的。这在16年之前，特别是在2010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肯定是多样的啊。但是有一个原因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垄断。垄断呢扼杀创新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能说出几个具体的实例的啊。我给大家说说我的亲身经历吧，朋友们就当故事听啊，听完了之后您就会深有感触了。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我是会做网站的。我最早的几期视频有一个是专门记录我做网站的事情。做网站呢是我在06年左右开始学的。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合计啊，就我们做一个网站吧，好好的运营，等到有流量了把它卖掉，我们说不定啊就财富自由了。这个想法呢，当时是由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引发的啊。好123网址导航，这个很多人都用过吧？它是一个叫李兴平的人做的，2005年被百度给收购了，收购价呢5000万人民币啊，外加百度的股权。百度的股权就不说了，2005年的500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天文数字，我们都动心了，准备走这条路。这条路呢，当时也是很多人的创业之路啊。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人都在做网站，做网站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被别人收购的啊。我们做网站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当时挣的钱呢，全投进去了。不能说不努力，但是到最后呢，没成功。没成功的原因呢，是我们当时的技术确实不行。就当时做网站是很难的，它不像现在啊，一行代码安装一个宝塔面板，什么都有了啊。一个网站模板你修改一下，往上一传，域名设一个解析，完事儿。即使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啥也不懂，只要不让你改这个网站的源码啊，就建个网站，最多2个小时你就学会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当时可不行啊。就网站的运营环境啊，你得手动去安装啊，阿帕奇、PHP 数据库啊，另外呢，哪有什么网站源码啊？你自己写啊，即使有一个，你修改起来啊，也得付出大量的精力，没技术真的不行。我们的技术太差，空有一腔热情，还是失败了。这个只能怪自己啊。但是呢，后来我就靠着当时学的东西还是挣到钱了。2010年到14年、15年吧，我的手里呢有3个网站，都是后来又慢慢做起来的。这3个网站呢都开通了广告联盟啊，百度联盟、谷歌联盟，还有一些野鸡联盟都有，就是可以在网站上挂广告啊，靠着浏览量和点击量来挣钱。这3个网站呢，那几年呢，每个月最少能给我大几千块钱的收入，我每个月抽出几天的时间打理一下网站就行了啊，丰富一点新内容，这是纯粹的税后收入啊！你除了几天打理网站，啥都不用管，钱就自己来了。但是呢，又是但是啊，到了15年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就不行了，挣得越来越少。后来甚至连服务器的钱、域名的钱都挣不回来了，就成了净赔钱了。慢慢的3个网站就全关了，域名呢也卖了。为什么不行了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您现在上网都看些什么网站？是不是选择越来越少了？我们现在在网上泡一天呢，其实来来回回看的都是那几个网站啊。看视频就那几个网站嘛。爱奇艺、腾讯、优酷、字节跳动下面的西瓜和抖音。看新闻，就那么几个，娱乐、资讯，你能看的越来越局限于那几个网站了。以前可不这样啊，以前随便你做个什么样的网站，都有人看的，做得好的流量上来真的是很快的。但是现在呢，真的时代变了。无论你付出多大的努力，个人网站的经营者呀，死亡率基本上是100%，能存活的万中无一。就以前我们写一个东西也可以发到自己的网站上，也能吸引到流量啊，拥有一些铁粉，那真是属于自己的。现在呢，你写的再好，你只能选择
发在头条、百家、微信公众号这些大的平台，你想发在自己的网站上啊，必死无疑。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这肯定是有时代的原因啊，但是垄断就是这样。个人的创业者，无论你再有天赋，你再努力拼搏，只要你进入到一个事实上已经被垄断的领域，必死无疑。而这个领域呢，也会停止发展，因为创新都被扼杀了嘛。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回过头来我再说，中国的互联网5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变化，处在停滞的状态，您是不是就有更深的领悟了？虽然这次对阿里的罚款是狠了点，但是对于阿里来说也不至于就伤筋动骨了。罚的痛点呢，能引起重视，这个重视指的可不是阿里巴巴啊，阿里巴巴肯定是疼的。这个痛指的是腾讯呢、美团呢等等众多的互联网企业，他们看着这一刀砍的是阿里巴巴，但是自己心里也是心惊胆战的。对于整个互联网企业啊，都是有震慑作用的。其实呢，这还不是最狠的反垄断处罚。迄今为止，最狠的反垄断处罚是发生在1911年时候的美国。1907年呢，美国法院就判处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垄断，罚款是2924万美元。这可是1909年时候的2900万啊，可比现在的182亿那值钱多了。你要加上通货膨胀，到现在也是金额最高的反垄断罚款了。不过这笔罚款洛克菲勒没交完啊，最后不了了之了。但是没过几年啊，标准石油直接被拆分，一下子拆成了34家各自独立的企业，标准石油啊彻底完了。这才是最狠的。你不管是哪个国家，哪种经济制度，对于反垄断都是毫不留情的，因为垄断的危害呢实在是太大了。在中国吧，还有一点是需要指出来的，就这些企业能发展到今天的地位啊，与中国独特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阿里、腾讯、美团、字节啊这些企业在中国能够发展的这么大，如果他们在别的国家可就不一定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啊，国内庞大的消费群体，国内独特的网络环境，这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啊，不是光靠着这些企业自身的努力就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啊。举个例子啊，现在国内是看不到 YouTube 了。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09年之前呢，国内还是能够看到 YouTube 的。咱们先排除意识形态这方面的因素啊，如果说今天国内仍然能够看到 YouTube， 那国内这些视频网站的日子都不好过，肯定不会像现在活得这么滋润。所以说呢，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啊，应该是要心怀感恩的。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和西方的企业真的不一样，西方的企业真是靠自己杀出来的，还是被处罚的连亲妈都认不出来了。我们的互联网企业呢，享受着独一无二的成长环境，壮大了，应该更好的回馈社会啊，促进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在社会的整体发展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才是正道。最后呢，咱们说一说国企的垄断。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显著不同，就是我们有着规模很大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呢，也存在垄断问题啊，不是说你是国企你就不垄断了。2018年的时候，中石油、大庆公司还被罚了8400万。国家呢，为了防止电信垄断呢，将中国电信一拆为6，拆成6份：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还有中国卫星通讯集团。未来呢，对于国企的反垄断一定会有，但是啊，在关键的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还是垄断一点好。中国电网垄断的，08年雪灾的时候啊，南方的电网只要是还能供得上电的，电费1分没涨。美国加州电网
不垄断。前不久加州雪灾，电费涨了200倍啊，一度电合到了人民币400块钱一度电，你去用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啊还是分情况的。今天呢，关于阿里被罚反垄断的话题，我们漫谈就谈到这儿吧。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